Taiwan, Korea, the Philippines, and all of Asia. And our planet is teetering on the edge of World War III. And this will be a war like no other war because of weaponry. No longer army tanks going back and forth shooting at each other. These weapons are obliteration. Taiwan, they stole our chip business. They want us to protect, and they want protection. They don't pay us money for the protection, you know? The mob makes you pay money, right? 各位好，我是小杰860，我现在人在台北。近期美国新任总统川普马上就要上任啦。那台湾民众怎么看待这一位曾经公开说过要台湾多缴保护费，并且不愿意承诺会为台湾出兵的川普，在未来的4年对于台湾的态度和策略呢？那今天啊，在这边有一个活动，聚集了来自台湾北中南各地的民众。那我们就来问问大家的看法吧。最近这个川普也要上任了嘛？是。那川普也公开说过要台湾多缴保护费，并且他也表示，因为台湾离美国太远，大陆离台湾很近，所以他不会承诺为台湾出兵。先生觉得川普上任后对台湾的态度还有未来的策略会是什么呢？老实说，他蛮诚实的，理论上是不会出兵的。因为他说到会做到。郭正亮怎么说的？拜登是伪君子，川普是真小人呐、至少他可以讲实话嘛，就不会嘛。川普终究是生意人，以台湾立场，如果中共打过来的话，我不晓得我们能不能撑个1-2天。即便我们撑了1-2天，没有美国在背后，我们很快就没了。对，那没办法，川普上来，我们要缴保护费就得缴保护费。对，我是这样，对，该缴的钱得缴，该去买波音的，波音最近出事嘛，但是没办法，可能华航还是要大量下单，还是要被割了，来显示我们的忠诚，嘿，我们愿意缴保护费这样子啊。但是以台湾立场，我还是希望两岸如果能够和谐的话，我不敢讲共荣啊，但是两岸只要和谐，我们其实可以把很多交给美国的保护费来用在其他的地方上，因为那个买武器那个都是几百亿的钱、几千亿的钱，对，拿来用在别的经济建设，对我们台湾这块土地更好的，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对，因为他是以前就是商人嘛，最重要就是美国利益。如果我是川普的话，我个人觉得，既然你台湾需要我保护，那你要缴保护费，那是理所当然。只是说他要提出具体的保护方式。如果他有能够说我提供武器啊，或者说如何去保护台湾呢？你要说出来啊，不然说你要钱，我们就这边就提供给他们。川普他本身其实也是比较偏向民粹这样子起来的嘛，我们无法奢求他会保护台湾啊等等的，所以就是在这种国际局势之下，我更认为台湾你要好好的就是认清楚你自己国际社会上面你的地位在哪里，那你应该要做到什么事情，而不是讲一些比较更容易引发争议的言论，就是你要知道你应该要去怎么去论述，而不是一直这样子讲。觉得他只在讲干话而已啦。他最近他的 IG 上面还播什么加拿大会是美国的第51州，你觉得他真的会认真这样做吗？不可能啊！不要真的去太专注在他讲的用词，而是就是他背后的意思是什么。他或许真的不会真的会要求我们缴保护费，但是我觉得意思就是说自己还是要自立坚强。但是我相信，要是真的中国打过来，他们还是会过来帮忙的啦。还是相信美国会派兵的？对，我相信，因为我不相信。因为今天中国真的打过来，我们 TSMC 没有了。整个经济上面的平衡会翻一面去，我觉得美国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其实 TSMC 不是台湾公司的，其实算美国公司的。TSMC 它在美国的股权大概占了80几%吧，我忘记了。所以他们其实要 TSMC 去美国是很轻而易举的事情，毕竟他们是最大的股东。我觉得台湾也没有能力跟中共打了，真的要打就签约了啦，为了人民好啊。我有当过兵，台湾没有能力打，现在更没有能力打了。我老实说，台湾除了海以外，也没有地方可以撤啊。那刚刚先生说，为了人民好，应该会签约嘛？这是就谈和啊，就互相啊，大家彼此。大家现在都少子化了，一个小孩就这么一个，我就一个小孩啊，难道他长大之后就要去上战场吗？谁舍得啊？是不是？现在小孩那么少，今年出生率去年有多少人？20万，14万，14万，龙年哦，还创新低哦。他这赖清德在干什么？这民进党干什么？也是包括蔡英文嘛，对不对？前几年在干。对呀，那个少子化政策有效果吗？越来越差。对呀，龙年呢，龙年都是
最多人的时大家最爱生龙候，宝宝嘛，对呀、结果史上最低。我跟你讲，今年一定更低，今年是蛇年，我跟你讲一定更低。那先生觉得川普上任后会不会抛弃乌克兰，让那个乌俄战争结束？我不太确定，但我感觉好像会。应该会谈判，他在中间的位置可以得到最大利益。我没有很确定，但是我自己是觉得他的政策来说呢，看起来是比较想要专心去对付中国大陆，所以呢，就是他可能在乌克兰方面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是会希望尽量去尽快结束，但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去采取策略。但是因为他在国际上，他不是说他要对中国加收很多的关税嘛，就是对，所以我认为他可能会先把乌克兰那边处理好。他原本说他上任后1周内要把这个战争给结束嘛，而看起来听一听好像还没办法。他当然是希望全世界都和平啊，他是商人啊，他要赚钱，他不会干这种事。你们觉得他会抛弃乌克兰吗？我觉得他不会。我觉得会。我觉得会，觉得不会。我觉得他可能会走2战，1战的那个路线。怎么说？1战的时候，美国不是走不干涉他国的策略，因为毕竟现在的现代的文明并不是教育大家是要打仗，因为大家都怕死啊。对啊，如果你派了美国的士兵去的话，是不是美国士兵他们的家庭也会反对啊？我觉得他不会，是因为他就有说，在我在第一上任的时候都没有任何战争发生，所以他第2任，我相信他也是想要往一个和平世界的方向走，所以他会尽可能就是想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毕竟他也号称说他跟普丁的那个关系是好的，所以他们希望是私底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先生是觉得他可能会促成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谈和这样吗？对，没错，和平的解决。对。那同理来看，你们觉得如果两岸在川普任内发生战争，川普会派兵支援台湾嘛？就以刚刚的同理来看。我觉得他会用加税，就是对中国的那个出口的税，用经济的方式打压中国。他应该不见得会就是派兵过来，毕竟他之前就说什么，他们为了救济其他国家，根本不是美国人的国家，花了太多钱了。就像他好像之前有花很多钱在墨西哥上面，他觉得说这不是我的国家，我干嘛帮你那么多？所以我觉得他出发点应该是他在不花钱的情况下怎么来帮我们。差不多吧，我觉得顶多是经济的制裁，可是应该不会来帮台湾，所以台湾自己要自立自强。我觉得是不会的，因为就刚刚所说的，因为美国是利益优先嘛，哪边有战争其实都对美国有利。我觉得最多就像乌克兰模式，就是类似背后你们要撑住啊，我赶快丢武器，对我丢一些2手的武器啊，比较次一代武器，最先进武器也不会给你台湾，但是我会默默的、偷偷的给你，这样子可能就类似比照乌克兰模式。无法确定这件事情，因为他无法预测。所以先生觉得同理，川普在两岸发生战争的话，也不会发兵，对不对？他应该会跟习近平尽量的搓汤圆。最近时事评论界啊，有一派的说法是担忧川普的商人性格在利益的盘算下会把台湾卖了，交易给大陆。先生怎么看？就卖啊，会卖，大家还活着就好了。对，先生觉得会卖。对啊，你要死吗？我问你啊，我这一个飞弹射来，你会死多少人？那先生对台湾就这么小而已。那如果真的台湾被所谓卖了，台湾能卖什么？卖 IC 吗？卖台积电吗？台积电早就被卖掉了，好不好？都移出去了，美积电了，还在傻。那我们也没办法，我们是平民老百姓，能怎么样？那你们觉得会吗？他会把台湾卖了交易给大陆？我是觉得不会，因为其实说真的，假设我能投美国总统，我是会投他的。你会投川普的？对，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有 common sense。他对于打压就是一些左派的那些很疯狂的思想，他敢讲敢做，所以我欣赏他这一点。对啊，像现在加州大火，当初川普也是有跟加州讲diss，就是说他们不应该被左交影响。加州因为环保的关系就没有书法，消防栓也没有水，所以导致现在那么惨况。对，我就想说，其实川普其实有考虑到蛮多事情的。我觉得不至于会交给大陆，因为毕竟台湾在整个台海的战略上面还是很重要的地方嘛。而且当然就是中国在
经济上面就是因为一些什么科技等等的问题，所以呢，就是美国才对他采取制裁，所以我不认为我们会被卖给大陆，被他卖给大陆。有一派说法是担忧川普的商人性格，在利益的算盘下，可能会把台湾卖了，交易给大陆。先生怎么看？我感觉他是这种性格啊，一切可谈，只要以美国利益最大。我一直觉得传统的那种第一岛链，从那个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这个第一岛链的军事的这种想法，慢慢可能也不见了，因为以后战争可能也不需要所谓的第一岛链。我觉得对老美来讲，最重要可能真的只有台积电了。现在也已经几乎快要对，台积电也在亚利桑那设厂了。时间跟优势不站在台湾这了。对，所以我觉得以川普商人的性格的话，不排除跟中国交换条件，台湾，对，应该不会，因为其实美国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利，他顶多就是会制造一些舆论的压力给民进党政府，造成台湾的一些恐慌。我觉得是只有这样子而已啊。可是他对台湾来说，他也不能做什么事情。就我目前来看来啊，好像也没有派什么军舰来台湾海峡那边驻点啊，什么好都没看到。那所以先生怎么看两岸统一这件事？就觉得是必然吗？早晚会啦。就是特别行政区，就跟他谈啊，就是台湾自己人管制啊。那现在他们就就是一国两制这样。对啊，就是希望能够维持台湾现在的那个政权。那现在觉得这是对台湾来说最好的未来的走向吗？当然啦，台湾还是不要打比较好。台湾人不多啊，台湾也地小小的，现在都少子化，你要怎么打？你看像乌克兰，他打完之后，年轻人都不见了，都死光了，真的不行啊，真的不行。那先生觉得两岸统一是必然吗？也不必然。我一直觉得就是维持现状，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啊，因为我一直觉得，如果你喊独立的话，以对岸的角度来讲，一旦我们喊独立了，他就真的可以，他就很大方的打来了，对，这没办法。就外国人的观念，可能还是觉得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对。那你们觉得在未来的几年啊，两岸的关系好坏是在于台湾跟大陆的关系，还是说跟美国也有关系？我觉得是台湾人民对于中国的仇视感，因为我觉得最近仇视的越来越严重。对，仇视的原因是，我觉得根源。我觉得根源应该媒体吧，媒体的洗脑，因为其实很多人都开始在说他们要反中国制的产品，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有点太夸张了吧？就是说个实在话，中国的人民他们也是无辜的啊，他们也是为了求生存要做衣服做什么东西的，对，然后你们是为反对而反对。我觉得有点我觉得其实大致上来讲就是一个井底之蛙。今天就是听别人讲说中国有不好，但是老实说，我是上海长大的，我从上海长大，对，我从小学1年级到高中3年级都是在那边是长的。确实，言论自由没有到台湾这样这么的 open。那相同的，该知道的东西就是他们都有自己的 alternative，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说，我在那边生长，我只要不要去触他们的红线。我其实过得还生活得很好，而且他们其实发展速度这么快，他们的交易付钱的方式已经可以用手掌来付了。有些人会害怕说这个是各自的泄露，但是老实讲，你不觉得这很酷吗？你今天想出门，你什么东西都不用带就可以付了。所以我们其实在整个科技上面的落后，已经落后到那么多，但是政府就是想要仗着说抗中保台的意思，然后就是让大家觉得说，我们现状就好了，我们并没有想要往前就是继续发展。像现在虾皮上面全都是中国的东西，那大家也知道，就是说中国现在的技术比台湾还要进步，然后呢，价格又比台湾便宜，那你台湾有什么本事去抗中保台呢？对啊，你自己做的东西都那么贵了，然后卖台湾那么贵，而且连那种黑熊学院不是也买中国的淘宝的东西？对啊，那你有什么好意思在那边讲？那我就觉得你只是想要分化族群对立而已，为了选举去分化族群，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无聊的事情。那两位有去过大陆吗？就是除了离开上海之后，最近还有去过吗？没有去过。我毕业之后就不敢回去了。我怕我在网络上的言论有可能就会担心啦。OK， 想问一下，两位觉得两岸统一是必然吗？
总有一天，但是我觉得不是近100年会发生的事情，不是有生之年，对，总有一天不是。对，有点难讲哎，就是说他们可能就是说就会变成说我们就是一个大中国就对，他们说不定就不会出兵2战。那你们会排斥统一这件事情？我个人不排斥啊，因为我大陆长大过嘛，我会排斥一些文化上面的改变。假设今天是被大陆统一的话，我不想要变成写简体字，虽然简体字好写，但是我会喜欢的一点是说，整个城市发展、整个科技发展，我会进步很多。他们那时候从无到有。把一个捷运造起来，只要仅3到6个月，我那时候觉得超夸张的，没几个月就出现一条整个捷运线，这个是台湾人绝对办不到的。我那时候有一段时间是住南京东路，我们那时候绿线盖了不知道好几年才盖好，所以我觉得说整个效率上面的话，台湾人真的输给他们。所以今天真的有统一的话，不是一切都是坏的，也有好的。对，我觉得我想要统一，因为我想要民主。民主的社会，对，所以像文化、民主那个，要是能保留的话，我觉得民主很重要。我觉得现在就这样就好啦。可是这可能不是我们可以决定要维持的呀。那这个假设性的问题的话，就变成说我会很难去回答，因为我也不希望台湾有太大的改变，因为我希望台湾就是这样子就好，就继续还是可以有民主，还是可以选举，还是可以怎么样，然后我觉得还是可以吵吵闹闹都没关系。可是最重要的是，你台湾就是司法还是要公平公正。你去过大陆吗？我没有去过大陆。你会想去吗？会想去啊，因为那边风景我很就是历史跟风景等等。你想去那边的哪里啊？杭州那边吗？杭州。对，或者是比较西南边的一些自然风景。云南那些。对。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对大陆的看法吗？对大陆的看法，其实也都很常是透过一些课堂上或者是媒体的角度看他们的一些政体或者是社会上面的问题。但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没有亲身到那边过，所以我也不好多做评论。但是我有听我朋友说过，就是其实他们到中国去观光啊、旅游的感觉，他们是觉得就是那边很漂亮，然后人其实也对你们蛮好，就是不会说什么哦，你是台湾人，我就是对你很不好，就是对你的态度很有敌意等等的。对，我觉得在我还不了解他之前，就我没有真的到那边之前，我不会说哦，我很讨厌他。对。